自然现象，你必须做实验。光有理论，就像明朝的王阳明一样，坐在树底下天天想这个。他盯着竹子隔了7天，把自己给隔病了，是吧？对，开发了他的心学哈。所以王阳明后来就是这个著书立说吧，就是来做了这个心学。他觉得是这个致良知哈，心里能够感应宇宙的这样的一个真理啊。对于您来说呢？做实验千万不能有偏见。对的就是对的，错的就是错的。同时实验，同时物理的进展不是从投票来解决的。大多数人反对你，并不代表你是错的。因为科学的进展是要突破所有人的观念，打破所有人的观念。所以我有很多的实验，常常受到很多人的反对。很多人说这是没有用的。还有人说太困难了，做不出来了。结果到现在还没有做过错的实验。要做到这一点有多难？能跟我们讲一讲吗？就是一个人，他从事物理的这个研究已经60余年了，说我从来没有做过一个错误的实验，有底气说出这样的话，有多难？我只能这么说。我一直认为我能力是有限的，所以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情，专注力。专注力。所以这个格物致知就是不为上，不为权威，不为所谓大多数的意见，而只是认定实验和科学能够告诉你的能够被检验的真理，就是科学的精神了。您在做自己的研究的时候，也特别看重一个科学家的想象力。包括您在决定吸收哪些科学家进入您的研究团队啊，像这个王一方院士，您也说我选中他，我是觉得他有想象力。那么一个如此精益求精、严谨和稳重的实验物理学家，想象力又在什么样的层面上发挥作用呢？对一个实验物理学家来说，最主要的是找研究的题目。世界上各种现象，各种自然现象有很多，哪个是最重要的？所以这个想象力就是提出问题的能力。对。或者说，如果提不出好的问题，就没有一个好的研究或者是好的实验了。对，一定要能够提出问题。对。在您的科研的生涯当中，应该是有5个最重要的实验哈。当然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把5个都说一遍，但是这其中您觉得最有创意的，或者说最重要的问题，能不能给我们举2个例子？就是你的这个5个实验可能都是从5个问题来的，对不对？我做过很多的实验，绝大多数虽然是正确的，虽然对物理有贡献，可是随着时间，我就发觉这些贡献越来越小。为什么那么讲呢？是因为被大家接受成为常识了？那是好事啊。现在这个实验，以前没有人做过。所有的发现的现象都是新的。所有的结果，就是我们现在在天上这个实验，和现在的理论是不符合的。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。没有办法解释。举一个例子，比方说宇宙线里面有氢，有氦，有氧，这些它的能量的分辨率是一样的。这是想象不到的。就我的理解，您现在做的这个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实验，其实它要回答的问题是：宇宙中是否存在着反物质的世界？暗物质，还有和宇宙线，它的怎么来的？它的来源是什么？对。还有，如果我们追溯到您38岁的时候做的那个著名的实验，就发现了新的夸克J 粒子哈。当时您提出的问题又是什么呢？现在的人都说是找夸克，其实不是这样。最开始是测量电子的半径，
您发现电子的半径是没有半径没有半径，永远找不到，就发现光忽然会变成有质量的粒子。它的质量呢，都和质子差不多，有三种不同的粒子。我就很奇怪了。为什么只有3种？所有的质量都和质子质量一样，差不多。所以我就准备做一个实验，找第4种。实验呢非常困难，要把整个加速器里的所有的粒子拿出来，从靶上来找新的东西。很多人反对。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实验室都拒绝这个实验。说没有一点意义没有。把加速器里所有的加速的粒子拿出来，不可能的事情。非常非常危险。那什么让您坚持己见呢？这是错误的，他们。你始终对自己抱有这个信心。最后，美国的布鲁克曼国家实验室同意了。结果我们就发现第4种粒子，这个粒子比原来3种重3倍。这就是 J 粒子。J 粒子发现以后，很多的 J 粒子类似的加速就被发现了。它的最大的特性，这个加速的寿命比别的原子核粒子寿命长1万倍。哇！这什么意思呢？你比方说，我的老家在山东。山东日照哈。山东人活到100岁就差不多了。你像忽然在一个村子里找到人活100万岁，这些就和别人是不一样的。是，但是对于一个粒子来说，那也就是多长的，即使是长了，还是非常非常。对的，是怎么样一个时间来？比一般所知道的粒子长1万倍。这是主要的原因。有了这个以后，人开始相信夸克理论。因为我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，有2个很有名的物理学家。我就跟他们解释我做什么。他就摇头。这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。后来就说，这是我们早就推测出来的。